信息卢沟桥事变是什么？他只跟你讲西西里加巧克力，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不只是淡忘，是有意的被政府抹掉。台湾一定会去攻击说这就是洗脑教育，你在学校学到的是印象当中其实什么都没有。但凡你有这个段历史的知识，你再去慢慢扩充。当你站在宛平城的时候，你看的那个墙上的弹孔，你真的会很有感。这些东西跟你喜不喜欢共产党没有半毛钱关系。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日本呢，在清末八国联军之后，因为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直捣北京，最后签下了屈辱之盟，叫辛丑合约，赔偿4.5万两，也就是4亿5千两。当时中国人口4.5万，一人1两。另外一个最大的丧权辱国条款是，外国人可以在中国驻军，保护侨民。这个条约后来民国成立之后，经过了一个折腾，叫做南北议和。当时孙中山在1912年元月元日，在南京即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当时在北京的宣统帝依然没有退位，可是因为全国四处烽烟四起，摄政王载沣实在是顶不住了，只好呢在北洋军当中声望高的袁世凯给叫了回来，并且袁世凯提出的条件就是他要当皇族内阁的首长，相当于是首相，掌握了整个政府的这个机器跟权力，所以两边就进行所谓的南北议和。这个南北议和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华民国呢虽然成功让清帝逊位，孙中山以辞退了自己的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让袁世凯来当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呢条件就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必须迁到北京，接着承接清朝所签的一系列对外合约，包含辛丑合约，所以这个辛丑合约就被继承下来，那里面外国驻军权就有。所以七七事变里面呢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日本人可以在北平附近演习原因是这样那当时驻扎在北平第29军是负责在北平西南的宛平县，今天北京市丰台区那里有一座卢沟桥主要就是那附近屯军但是因为军队是不会进城的，中国到处都是古城墙嘛，那宛平城附近有一座叫做卢沟桥，然后当时他们在进行夜间军事演习，结果日本有士兵失踪了。不过跟你讲，这失踪是真的，这个日本士兵被人家斩首了。这个故事是厉正杰将军告诉我的。当年他的下辖这个卢沟桥前线的团长叫做吉星文，七七事变当中呢，下令开枪还击打第一枪的团长。这吉星文就是后来823炮战金门防卫部副司令官吉星文将军，后来在823炮战当中殉职。吉星文跟他的父辈这个很有交情，所以就把这个故事偷偷透露给他们的父辈。因为当时日本驻军外国驻军在整个中国到处都是嘛，尤其日本驻军很多，那因为日本又东方人相对来说跟中国人之间摩擦也多，但是也交流也多，其实很常中国军人跟日本军人都在附近喝酒就常有斗殴事件。根据这个说法，当时吉星文下辖里面的有一个机枪排的排长，这个人非常凶悍但不服管教，所以被军中软禁起来关紧闭了。当时他们就提议说不然把这个排长放出去，吉星文呢当时做团长也是年轻气盛，就把他放了。你要想吉星文后来在823都做到了副司令官，可是这个是8年抗战之前的事情所以呢那时候吉星文还很小，结果放出去之后呢，两边就真的又打起来。据说这个机枪排的排长就出刀把对方头给砍了，那醉醺醺回来就提了一个日本军人的头，所以日本军人少了一个是这样来的。就开启了抗战，要求附近的中国驻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必须出来面对，借机呢提出了很多不平等的要求，但是呢负责驻扎北平天津的29军的军长宋哲元拒绝。这个第29军本身有很多是西北军的将领，那西北军常常听宣不听调拒绝了附近的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的直属军团进来协助了，所以日本人就从关东派军来增援两边在7月7号的当晚就开枪，一直打到7月28号，日军对北平发动总攻击那当时驻守在北平附近南苑的29军日军攻击之后死伤惨重，当然因为两边本来就抗战时期最高层级的军事将领阵亡，副军长叫佟麟阁第132师的师长叫赵登禹就被干掉了。后来呢宋哲元由中央奉令从北平撤出来撤换保地，就是7月29号北平沦陷，7月30号天津就依告沦陷，因为日军早就锁定，这事情是这样来的。就后来29军扩编成第一军团，29军下辖就开分了很多主力师团包含像是比较有名的张自忠将军的第35师扩编成第59军。这个北平上元楼跟张自忠将军有很深的关系。当时是这样张自忠将军呢后来他留下来殿后，奉命留守北平跟日军做周旋，来掩护其他军部的撤退。张自忠呢甚至跟日军谈到说会参加日军在北平城的升旗典礼，结果天还没有亮，张自忠看各部已经撤差不多了，换成民装就逃跑了。
但是张之洞当时做这件事情被人臭骂爆，当时的媒体全部都在骂他，说他是汉奸。后来经过天津、青岛，到了南京去跟蒋介石请罪。这个蒋介石其实是知道他的状况，就让他出任第59军的军长。这个老蒋是亲自给他保荐后来负责知名的台儿庄战役当时呢，台儿庄的门户就是临沂临沂在这个山东这里这就是临沂。他在临沂呢，跟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庞炳勋，是西北军的老军头两个人不计前嫌因为当时庞炳勋被日军围得水泄不通这个时候突然张之洞一路杀出把日本精锐的返还师团呢前后夹击，彻底的毁灭性打击，所以史称临沂大捷，就促成了台儿庄大捷，成功的把日军给合围1938年发生的事情，从此之后张之洞一战成名成为抗战当中的抗日名将。可是很可惜，在1940年5月的时候，岛屿会战的时候，张之洞将军呢，当时作为第33集团军的总司令，这个他妈的超级无敌高，他是2级上将所以呢，就在亲临前线的过程当中只率了极少数的部队结果不小心在湖北宜城的南瓜店被日军给包了被日军乱枪打死那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店跟这个张之洞将军很有关系呢？因为庞炳勋本来跟他是有这个私怨的，但是呢，庞炳勋在1943年的时候呢，最后在山洞里面被日军给找到，被送到南京汪精卫政权。汪精卫就跟他游说庞炳勋已经60几岁了，梁显先就说：“那我投降汪精卫政府，组建和平建国军。”因为他是集团军总司令他是24集团军总司令，等于说他送到了南京的汪伪政权的时候，原地再组了一支24集团军总司令，叫和平建国军。因为汪精卫号称和平反共建国嘛，所以呢，就是跟日本这个附庸嘛。但是呢，私底下还是透过密探呢，跟重庆国民政府跟老蒋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基本上他就做双面谍了就在1945年之后，抗战胜利了，那当然他就投降了嘛。而且他暗中有协助国军，蒋介石就庇佑他，就赦免了他，他就没有给他判汉奸罪。后来他就来到了台湾，但是来到台湾他其实不是很好过了，当年其实有点不名誉，所以国府其实只保留他的荣衔，没给他什么钱。所以后来他这个老朋友孙连仲将军，这也是个名将，两个人就干脆合伙在台北开了一家叫做山西面馆，改名叫山西餐厅。再后来今天的叫做北平上元楼，但是保留了山西餐厅的名字。日本从未对中国宣战，日本派兵占领中国各地，杀死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如果这不是战争，我倒要问问，什么是战争？这是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对日方未宣战即非战争这一诡辩的驳斥。日方死咬未宣战说法，企图将侵华战争狡辩为局部冲突。像这样荒唐言论还有很多。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是东京审判反和平罪核心指控之一。为逃脱罪责，日方在法庭上编造了层层谎言。1946年7月22日，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就卢沟桥事变出庭作证，辩方律师却搬出辛丑条约，声称日军在华北的驻兵和演习均属合法范围。八国联军之后，辛丑合约对中国的伤害非常巨大。如果说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是中国至暗时刻，辛丑合约就是至暗中的至暗时刻，不需要通知中方。日方所谓的条约权利，从一开始就是侵略的遮羞布。2周后，前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作为检方证人出庭。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是日军擅自在中国疆土演习，自我任职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的演习不下6次。在卢沟桥的战斗，难道不是由中国军大刀队率先发起的吗？我们在宛平城及其邻近区域并无重型大炮，而日军正用重型大炮攻城，我们被迫应战。大刀队是去收复龙王庙。明明已同意停战谈判，中方为何继续作战？我5点给了日方停战答复，日方在6点炮轰城池，我方难道坐以待毙吗？日方炮轰在先，中方反击在后，谁在侵略，谁在自卫，时间线清清楚楚。所谓中方挑起战斗，不过是倒打一耙的狡辩。当日军指挥官出庭，声称华北驻屯军的方针是改善中日关系，2位检察官的质问一针见血。你的证词写着6月底之后，部队每天晚上都在高强度训练，这就是你说的改善中日关系。你们知道这样的演习会让老百姓紧张，引起社会担忧，为何还要1意孤行？那在日本本土，你们也是这样每晚军事演习吗？
7·7事变这件事情，当然是中国人心中最大的痛，中华民族对日本全面发动反击的开始。为什么这个定调全面的反抗呢？其实也跟这个远东军事法庭最后这个判决是有关系的。那为什么89正特别提出来？因为最近中日关系真的很不好。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右翼军事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到今天被自民党给弃城。而自民党里面最右安倍晋三，而安倍晋三的继承者是谁？是高市早苗。要借由历史去敲打现在的日本，铁证如山，不容狡辩。今年是89年，你等着看，明年90年会发生什么事？只要日本一天不改变态度，是不会结束的。大陆方面呢，其实在7月6号的时候，透过潜舰发射洲际弹道飞弹搭载核弹头，目标很明显嘛，它是飞过菲律宾的东侧外海，落在了诺罗的西南侧，明显的是在做一些威慑吧。这个威慑对象肯定就是美国。日本跳出来说，这两岸其实在7·7事变上是有温差的。对岸的7·7事变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对日本的这个侵略他是不能接受。那日本到现在到底有没有这个针对历史来做道歉这件事情，非常明确的。还有一个就是7·7事变过去几年，其实在大陆的纪念色彩里被另外一个问题给冲淡了，到底抗战是8年抗战还是14年抗战？因为1930年9·18事变，对岸其实有很大的老百姓就是责怪国家领导人蒋介石不抵抗。1931年东北抗联成立，开始对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呢就把1931年定义为抗战第1年。所以从1931年到1945年，所以过14年，所谓的14年抗战。在宛平附近不断的军演，后来在东京的世纪大审的时候，就是针对日本主动发动侵略，东京大审就判决在7·7事变当中主动侵略中国，中国只是进行自卫。所以为什么一般把抗战从7·7事变开始定义？有一个部分是因为基于这个东京大审的一个逻辑，这个是由历史文件所建构。过去逢5逢10会做大纪念，对于7·7事变抗战的时间节点认知的不同。其实大陆过去对于7·7事变的重视程度，尤其近几年呢，也有其他的抗日的事件来得高，比如说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这次重视了。第二个是台湾这边的一个呼应，7·7事变其实很长时间在台湾已经快要消失了。那我觉得看到黄复兴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有历史意义。我自己在北京念书的时候，卢沟桥我去过3次，这就是卢沟桥最让我觉得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你就活在历史当中。宛平城到那边的时候，其实还可以看到旧城的城门，上面还有弹孔。那卢沟桥其实它这个石桥旁边还有一个铁桥，所以卢沟桥是有2个石桥跟铁桥，铁桥是通火车的。那现在那个地方叫丰台，为什么有卢沟桥？当时日军在那边，整个北京城对外的交通要道，最重要往南方走的地方就是从丰台这个地方出去，西边要进来的走通州，以前叫通县，整个北京的西北方通通没办法走，全部都是山。为什么现在解放军坦克部队都藏在石景山那个地方？因为在西边，西边有很多的山。当时要进北京城，就是从宛平城这边进来。当时日军就是在桥的对岸。以一个台湾人来说，要到北京，你还要专程去7·7卢沟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卢沟桥在台湾人心目中确实已经从我们的记忆当中被抹去，除非你真的是很热爱这段历史，不只是淡忘，是有意的被政府抹掉。我们在学校学到的是，我印象当中其实好像什么都没有。现在的宛平城，其实它最重要，除了卢沟桥的遗迹以外，最重要的是反法西斯战争纪念馆也在那个地方。它其实把重要的历史博物馆跟重要的遗迹放在一起，就是以他们有心看完了遗迹，你再回来看他们的这种叙事，再把很多文物放在里面，你会很有感。台湾一定会去攻击说这就是爱国教育，这就是洗脑教育。但是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今天是有自己已经先找好资料、做好功课，你进去看，你还是能看到很多很珍贵的东西，而且你会更深刻的了解当时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是台湾看不到的。你心中住着这样的灵魂，当你站在宛平城的时候，你看着卢沟桥，你看着那个墙上的弹孔，你真的会很有感。所以我才说了，这些东西跟你喜不喜欢共产党没有半毛钱关系，跟你喜不喜欢对岸的政权治理方式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些东西也不是共产党留下来的，也不是共产党盖的。所以我要说的是，又有多少台湾人能够到那个地方去？而且我说了，去了1次还不够，还要去第2次，还要去第3次。所以很悲哀的事情是，我们在台湾先天不足的地方，建筑不在我们这个地方，古迹不在我们这个地方，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不是有一句话，之前赖清德讲过，黄埔的精神在哪里，黄埔就在哪里；抗战的精神在哪里，抗战就在哪里。那一样，7·7卢沟桥的精神在哪里，卢沟桥就在哪里。有这么难吗？国家不能带头祭祀吗？7·7卢沟桥作为全面抗战的起点，那是国民党的主轴论述，那是我们的论述方法。因为从片面抗战转为全面抗战，就是从7·7卢沟桥开始嘛。你从整个抗战的历史来说，其实7·7卢沟桥
事变根本就不足为道，其实是一个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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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那你把它放得很大，所以你不管从什么角度切入，但凡你有这个段历史的知识，你再去慢慢扩充，台湾政府应该做什么？我们现在执政党应该做什么？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有哪一个民进党的人站出来说昨天是7.7？有谁提到7.7卢沟桥事变？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反省，而且是国民党要去反省，为什么让我们的国家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变成这个样子？名字其实很特别，叫复兴领航。到场的人大概有将近快4000人。昨天开350桌，他10点开始叫游行，军系的好朋友精气神都还在，所以他们都会有很多的，不管是制服也好啦，旗子也好啦，所以他们有做一个门，然后有一个类似检阅台，一个台子，比如像纪凌莲他们就坐在上面，然后呢，他们就会通过类似司令台在调阅这些敌对的那种感觉，他们要走那个。这些都是我们国民党非常重要的资产。他们很多人，不管他是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年纪也都有。除了觉得很开心，看到他们的精气神都还在，但是还是会有一抹淡淡的觉得说，老兵不死，只是凋零的浓厚的氛围感跟既视感，其实是蛮强烈的。他们还是很热爱中华民国，他们很热爱国民党。你可以看到他们真的就是他们为国家的付出。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身体顾好，他才有办法出来投票。你出来投票，还有机会让国民党退出来的人能够胜选，战胜民进党。他们做我们的后盾，给我们底气，让我们出来选举的时候有信心可以，我们往前冲嘛。你们已经都为国家付出一辈子了，剩下的事情，政治上的第一线，让我们年轻人来，他们是非常有感的。所以昨天的那个场合，反对的人会说叫黄复兴的复辟，支持的人会说这个黄复兴军中的力量势必要再回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昨天更像是一个誓师大会，更像是一个国民党的军系闷太久了，更像是一个他们对于现况不满的大集结。他们其实对于未来，尤其是因为郑丽文主席有到，对他的慷慨激昂的演讲，我觉得昨天的氛围非常好。主席的发言当然紧扣7.7卢沟桥事变。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我们所有军系的朋友，你是热爱中华民国，你为中华民国服务过，对于现况不满的，对于民进党觉得很可恶、很讨厌的那一群人，所以昨天那个场合，大家都有全部的重新燃起，他们的热情已经很久没有被点燃。然后再来就是，我昨天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是，你知道国民党像我们这样子非军系出身的或非军系支持的人，要打进去很困难，他们要认识你很困难。但我昨天我走过的80几桌，每一个人都认识我，因为我们之前做的事情是符合他们认为年轻人就要这样，因为他们是军人嘛。40年前这一些人都是血气方刚，而且都是热爱国家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已经50几、60几、70几。我们的行为，他们希望的是国民党年轻人一定要有战斗力，而且这个战斗力，很多人跟我讲一句话：不要再跟他们废话了，不要再跟民进党废话了，你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啦。这完全符合我的性格嘛，也是符合我的风格。所以其实昨天我这样下去之后，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就好好照顾好身体，剩下的事情让我们年轻人来做。你们就只要关心国民党，关心中华民国，关心我们在节目上面，在我们所有言论需要我们表达什么，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如果国民党未来有这样的能力，我认为重大的节日，比如说抗战纪念，比如说7.7我们不一定是每年的7.7或怎么样，但是我认为昨天那个场合在未来，只要国民党有能力，都应该要办。你讲到这个历史，就蛮感叹的，就是说这么几年，民进党就把台湾很多历史的东西都丢光了。卢沟桥事变里面，其实最主要的是，接着日军本来就已经准备要侵华了，只是刚好那个当下发生了士兵失踪的事情，我以借这个借口，然后来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侵略。国民党这次可以扩大规模来举办是非常好，而且也可以创造一个两岸的良心善意。当此时刻，其实中日之间的摩擦正在加剧，而国民党如果要聪明一点，台湾如果要聪明一点，就是不要去碰中日之间的冲突，你就做好你自己就好。那什么叫做好你自己呢？就是对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敬意，这事情就结束了。